快看，是诛仙群岛的人，那位美女是谁？好漂亮，简直能与春夏秋冬媲美。想不到诛仙群岛也有这样的美女，一群笨蛋，都小声点，那可是诛仙群岛岛主的女儿，慕容寻的妹妹慕容婉，背后谈论她，你们是想死吗？突然，广场引起一阵骚乱，定目望去，只见一队由几位女子组成的人马出现在了广场之上，而从他们的服饰来看，便知道他们是诛仙群岛的人。这群人的修为皆是很强，的确如传闻一般，最弱的都是4品武军，并且年龄都不大，而为首的一位更是一位5品武军。这位5品武军不仅实力强悍，且长相出众，看他那年龄更是不大，最多也是20出头而已，甚至那稚嫩而清纯的外表，说其是一位少女也不为过。而看他身后那群诛仙群岛的天才，对其毕恭毕敬，甚至忌惮的模样，楚风也能猜出她就是慕容寻的妹妹慕容婉。那不是雅菲吗？诛仙群岛少岛主的未婚妻，东方海域3大美女之一的雅菲。很快的，又有一队几位由美女组成的人马出现。这几位对楚风来说，很多都是熟面孔。为首的女子美艳无比，火辣诱人，那挺拔的双峰，修长的美腿，晶莹而雪白的肌肤，简直看得人们血脉喷张，欲罢不能。在场的女子，唯有秋竹能与其斗美，而此女她自然便是雅菲无疑。至于那在雅菲身后的，都是她的贴身随从。只不过今日来到此处的，却全部都是4品武军。都说这雅菲与秋竹姑娘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，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。见到雅菲，高雄等男子皆是颇为动容。相传秋竹姑娘之美似冰，雅菲之美似火，看来还真是名不虚传啊。这雅菲真的如同火焰一般，让人只看一眼便热血沸腾，想要与其亲密一番呢。那位叫做王龙的四海书院弟子，更是厚颜无耻地舔了舔嘴唇，穿着打扮简直与青楼女子一般，怎能与我秋竹师姐相比？春武冷哼着瞥了一眼那王龙，春武姑娘说的是，春武姑娘说的是。那雅菲乍一看不错，仔细看还真不如秋竹姑娘，春武姑娘都比她美。王龙满脸的殷勤，而对于王龙这种人，春武则是再度的冷哼一声，鄙视的目光只增不减。但不管春武是何看法，不得不承认雅菲出场的轰动，的确盖过了慕容婉。第一美女的名号果真厉害，尤其是雅菲那种令人血脉喷张的诱惑力，她吸引人的程度甚至比秋竹还高。一时间，很多人都开始对比起雅菲与秋竹的美貌。但不管结果如何，不得不说2大美女同时出现，的确让在座的男士们大饱眼福。那慕容婉似乎不太喜欢她这个未来嫂子。在众人关注雅菲与秋竹之际，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慕容婉。他能看出那个宛如少女一般的丫头，此刻脸色并不好看，看向雅菲的目光中有着些许怨念。素闻慕容婉与雅菲不和，看今天的架势，多半传闻是真的了。夏雨笑眯眯的道，似乎他很喜欢慕容婉与雅菲不和一般。你们看，又有诛仙群岛的人来了。这诛仙群岛的人还真有意思，明明是一起的，却又不一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山峰之下又有一队人马走来，这同样是诛仙群岛的人。这队人马也是几人，不过有男有女。为首的同样是一名5品武军，但他却并非是一名美女，而是一名年纪轻轻的男子。此人叫做战锋，乃是诛仙群岛2仙战九霄的儿子，是诛仙群岛顶尖天才之一。别看此人年纪轻轻，但做事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，并且不计后果。相比慕容婉和雅菲，此人更需提防。夏雨暗中传音于楚风等人，战锋嘛，看样还真是一个狠角色。听得夏雨的话后，楚风仔细地观察起那战锋，发现此人天生就长了一副凶狠相，单看其外表就能吓哭一片小孩的那种。但是楚风知道，这战锋的凶狠可不仅仅来自于外表，从他身上那若有若无的气息，楚风也能够感觉到，此人手中沾染的鲜血不少，死在他手中的人最起码也是数万有余，的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。之后又陆陆续续的有诛仙群岛的人出场，他们有的单独行来，有的2人并肩，也有3、5成群。但是除了慕容婉、雅菲还有战锋3伙外，倒也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。在诛仙群岛的人全部来到后，几乎此次能够进入武文仙境的人就全部到齐了。楚风本想安安静静的等待武文仙境开启，可是奈何很快便有一道不善的目光锁定了他，是雅菲。雅菲不但发现了楚风，并且还带着他那群手下，气势汹汹地向楚风走了过来。快看，是雅菲过来了！这位大美女竟然主动向我走过来了。看到雅菲迎面来，与楚风站在一起的所有人都是满面雾水，他们想不到雅菲来这边做什么，因为明明没有人与雅菲相识。最终人们猜测，雅菲很可能是来与秋竹打招呼的，毕竟并列为东方海域的美女，2名女子无论是修为和美貌都是如此相近，一直是人们比较的对象。无形之间2人已然成为对手。但是令众人想不到的是，那雅菲靠近之后却根本没有理会秋竹，而是直接走到楚风面前，微笑道：真巧啊，想不到在这也能碰到你，是挺巧的。楚风微微一笑，脸上没有太多情绪变化。怎么，你也获得进入武文仙境的资格了？是通过筛选进来的吧？雅菲笑问道。不好意思，你猜错了，我是收到缥缈仙令获得的资格。楚风说话之间拿出了自己的缥缈仙令。看到楚风手中的缥缈仙令，雅菲一愣，但也没有太多吃惊，而是说了一句：听闻武文仙境内危险重重，你进入后可千万小心一些。说完这句话后，雅菲便转身离去，从始至终看都没看其他人一眼。无情兄弟，你真不简单，连这雅菲你也认识。雅菲走后，王龙便凑了过来，脸上挂着各种的羡慕，因为之前雅菲始终面带微笑，目光也是颇为柔和，从表面来雅菲就像在与一个老朋友说话一般，根本看不出他对楚风的愤恨。对于王龙的问题，楚风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未回答，因为他觉得虽然王龙这个人修为不错，但显然智商不够，楚风和他真是没有共同语言，
无情师弟，那亚妃似乎与你有些过节。果不其然，夏雨这种心思缜密之人，就一眼看出了楚风与亚妃不和，暗中传音询问。与此同时，春武等人也在暗中询问，有过一些小过节而已，不值一提。楚风自然不会将事情告知夏雨等人，因为他对夏雨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信任。无情师弟，总之进入武文仙境跟着我们即可，有我们在，不管是谁都不敢对你怎样。毕竟这里是我缥缈先锋的地盘。春武也是暗中传音，而就在这时，广场的中心突然传来隆隆之音，整座山峰都开始剧烈颤动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人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一道光影自广场浮现而出，缓缓升起，最终竟形成了一道实质性的大门。那大门高大100米，光芒四溢，威严壮观，霸气无比，并且此刻大门已然缓缓开启。一道道色彩各异，宛如仙气般的雾气自大门之中萦绕而出，而透过那彩色的雾气，人们能够看见那大门之内云雾萦绕，山峰冲天，排排白鹤飞舞，道道瀑布奔腾。那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更是宛如仙境。武文仙境便是武之圣土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机会踏入这一修武圣地。突然，一阵疯狂的大笑响起，一名老者自山峰飞奔而上，来到了广场中心。而看他的服饰，人们能够认出，此人乃是这缥缈先锋的一名守护者。他在说什么呢？武文仙境怎么可能是武之圣土？对于此人的话语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感觉莫名其妙。而就在这时，那位更是做出了出乎众人意料的举动。他一边大喊“武之圣土，我来了”，一边飞奔而起，竟然直接飞向了那开启的大门。然而，他刚刚触碰到那彩色的雾气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传来，那人竟然当场爆炸，化作大片血雾，飘散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。那人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是找死不成？这武文仙境唯有30岁以下者才能入内，否则就会爆体而亡的。见到这一幕，人们更是吃惊不已，觉得那人简直有病，又是一个不要命的。这一刻，夏雨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夏雨师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人不是缥缈先锋的人吗？他应该知道武文仙境不可踏入才对，怎么还做出这般疯狂的举动？”楚风好奇地问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有些人觉得武文仙境才是通往武之圣土的入口，所以总有人想方设法混入我缥缈先锋，待得武文仙境开启之时，便不要命地往前冲。”夏雨解释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一开始就知道他要送死，为何还不制止？”楚风很是不解地问道：“因为那位老者虽强，但只是3品武军，可是夏雨乃是4品武军，他若一开始便阻止，那老者便不会死去。这种悲剧每年都有，但却无法制止，因为有些人修武已经修炼到了癫狂的地步，他们只觉得自己猜测是对的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他们都不相信。恐怕就算他们死了，也都还觉得那武文仙境真的是武之圣土的入口吧。所以，与其制止他们，倒不如让他们去死，这样死去起码还可以警示后人，否则他们进入我缥缈先锋另有目的，就算不死，我师尊也不会放过他们的。”夏雨解释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才明白夏雨的意思。这些人登上缥缈先锋的目的就不纯粹，而依照缥缈仙姑的性格，也许真的不会轻易放过这些人。所以楚风倒也理解了夏雨等人为何不出手阻拦。来自东方海域的孩子们，通往武文仙境的大门已然开启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？突然之间，一道很是柔和但却蕴含着强悍威压的声音响起。顺声望去，只见在那通往武文仙境的大门之上，竟然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道身影。此人正是缥缈仙姑。缥缈仙姑出现之后，大袖一挥，只见100道光束飞掠而出，射向在场的小辈中人。无情师弟，快用手去接，那是仙符。见状，夏雨赶忙提醒。与此同时，他与春武、冬雪、秋竹已皆是张开手掌去接那缓缓飞来的光束。这一刻，楚风也不敢怠慢，同样将手掌张开去迎接那光束。而当光束入手之后，楚风只感觉一缕炙热传来，随后便毫无感觉。摊开手掌一看，只见一道特殊的符咒正在掌心之上，并且仿佛具有生命一般，在缓缓蠕动。此乃仙符，是武文仙境的出口。当遇到无法应对的危险，或是想要离开武文仙境之时，将武力灌入其中，它便可带你们离开武文仙境，回到此处。最后再警告你们一句，武文仙境开启时限为10日，10日之内务必离开武文仙境，否则等待你们的唯有死亡。去吧，新的奇迹等待你们去创造。想要拿到心仪的武技吗？那就拿出你们的实力，依靠自己去争取。缥缈仙姑字字诛心，让人不敢违背。所以当其话音落下之际，几乎山峰之巅，所有拿到仙符之人已是化作流光，开始飞奔而起，如流星一般射入了那座大门之中。无情师弟，抓住我的手，否则进入其中后会被结界分散。就在楚风将要动身之时，春武突然提醒道。定目望去，楚风才发现春武、夏雨、冬雪、秋竹等人4位美女已然掌心紧握，并且春武已经对他伸出了洁白的玉手。见状，楚风微微一笑，也不再怠慢，探出手掌，紧紧地握住了春武那柔软的玉手，便在4位美女的陪伴中，无数男子羡慕的目光下，冲入了那通往武文仙境的大门之中。然而，就在楚风等人进入之际，广场之中，亚妃也同样与自己的手下紧握着手掌，不过她却并未急着动身，而是紧紧地盯着楚风消失的地方，低声道：“该死的家伙，不要以为那样的梦境就能吓到我，你最好一直跟着那4个丫头，否则若是单独遇到我，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穿越大门，楚风只感觉眼前一片模糊，待得视线恢复之际，自己已身处另外一片天地。这里并非是先前所见到的唯美仙境，这里是一片连绵山脉，山脉无边无际，看不到尽头，并且这山脉很古怪，没有山峰，而是一座又一座光秃秃的山包。没错，就是山包，如馒头一样的石头山包，连根杂草都没有。并且最诡异的是，在这山脉之中，
竟然还时不时的刮起阵阵狂风，狂风之中还带着沙粒，诡异至极。这便是武文仙境。楚风颇感意外，这里哪里像是仙境，简直就是荒凉到不能再荒凉的地方。这里就是真正的武文仙境，之前在门外看到的不过是假象而已。夏雨解释道：“那武文怎么获得？”楚风已将精神力扩散而出，发现这里除了光秃秃的山包和那家带着沙粒的怪风，连根毛都没有。武文要是那么好找，就不是武文了。跟着我们即可。夏雨微微一笑，随后便腾空而起，而春舞等人也是紧随其后。这4个丫头乃是在缥缈仙峰长大的，对于这武文仙境的事情，想必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。所以楚风也没有发出什么疑问，而是跟着他们4位，在这浩瀚无边、仿若没有边际的奇异山脉之上飞行起来。飞行的途中也遇到一些其他人，楚风能够发现这些人脸上的迷茫。身处这样的环境，对于武文没有丝毫线索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毕竟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没有人想要空手而归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些人见到楚风他们，简直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，厚颜无耻的想要与楚风等人同行，不过却被夏雨4位美女无情拒绝。而在盲目的搜寻下，在一飞掠而来的黄沙之中，楚风等人突然发现了一道奇异的符咒。那符咒足有成年鸽子的大小，并且有着一对金灿灿的翅膀，正在黄沙之中飞舞，极其灵敏，速度极快。是武文，快动手！见到那符咒，夏雨等人眼前顿时一亮，随后4女一同出手，第一时间便封锁住了那武文的退路，很是简单随意的便将武文抓捕。夏雨师姐，咱们5人平均分享，这第1道武文就由你收下吧。将武文抓到后，春舞、冬雪、秋竹等人一同开口道：“也好。”而夏雨也未拒绝，以右手将武文抓在掌心，轻轻一握，只见一道金灿灿的光芒自掌心涌入体内，最终来到他的手臂处，才暗淡下去。成功了！之后，夏雨更是拉起自己的袖子，露出了他那雪白的手臂。这一刻，楚风等人能够看见，在他雪白的手臂之上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金色纹路，就那样印在他的手臂之上。而在有了第1次的成功后，夏雨等人都是喜悦无比。随后又开始继续搜寻，而他们4个显然早有准备，凡是搜寻到的武文，都会被他们以闪电手段成功捕获。捕获到的武文，5人平均分配。楚风虽然没有出什么力，但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，并且对此4女没有丝毫怨言，反而觉得这是情理之中。楚风他们几乎搜寻了1日1夜，在夜色将要褪去之际，夏雨他们才决定小睡一会，待得天亮便继续搜寻。看着4位睡在自己旁边的4位美女，又看了看印在自己手臂上的2个武文，楚风并没有入睡。1日时间，他们5人总共捕捉到了10道武文，平均每人2个。这样算来，10日之后，他们每人大概能够得到20道武文。这种结果其实已是不赖，但这却不是楚风想要的。这几个丫头显然已经看出了你的潜力，所以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，也要带着你与你共享他们的收获。现在你吃的等于是免费午餐，但是我猜你一定很不甘心这样吧？就在这时，淡淡那甜美的声音突然在楚风脑海响起：“淡淡，你可看出这武文的来路？”楚风急切地问道。淡淡的知识面较广，虽然来自修罗灵界，但也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。看不出来，不过你倒是可以用天眼试一试。天眼虽是戒灵师的手段，但却又不同于精神力，也许会有所发现。淡淡说道：“天眼，我怎么忘记这茬了？”听得淡淡的话后，楚风恍然大悟。进入这武文仙境后，他便一直张开精神力，仔细观察这武文仙境，但却是一无所获。所以他便下意识地觉得，在这武文仙境内，戒灵师根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。这也导致他间接地忘记了自己的天眼。得到淡淡的提醒后，楚风也不怠慢，不管天眼管不管用，但他起码都要试上一试。这武文仙境白天阳光普照，但夜晚却不见月光星辰，可谓漆黑一片。但是当楚风的天眼一出，顿时眼前明亮一片，所有事物在他的目光下都如同白昼一般清晰可见。而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后，楚风惊喜地发现，在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上，竟然有着一座小型的符咒阵。虽然很是微弱，微弱到若隐若现，但那的确是一道符咒阵。这一刻，楚风先是解除了自己的天眼，发现那符咒阵消失不见，而天眼再现之后，那符咒阵也是再度浮现。楚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以精神力查探，几乎察觉不到任何异常，那俨然就是普通的石头一般。但若是以天眼观看，却会发现那阵法之中似乎孕育着生命，这东西果然只有天眼才能看见。楚风，布置一道开启结界试试看，我总觉得这里面可能有武文。淡淡提醒道。实际上，楚风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他意念一动，先是在周围布置了一道封锁结界，随后这才布置了一道开启结界阵。然而，当开启阵法运转之后，那符咒阵便急速变换，最终竟然化作了一道武文的模样，并且自那石中飞奔而起，想要逃命而去。然而早就有所准备的楚风，岂会给他逃脱的机会？意念一动，封锁结界便急速收拢，最终那武文无处可逃，只能乖乖地来到楚风面前，被楚风轻而易举地抓在掌心。当武文入手之后，楚风手掌微微握起，便感觉它瞬息消失，化作金色光芒顺着掌心钻入体内，最终在手臂上停留下来。拉开袖袍，楚风不由大喜，他发现自己手臂上的武文已经从2道变成了3道，这道隐藏在山包上的符咒阵，竟真的是他们苦苦搜寻的武文。哈哈，想不到天眼竟有如此神奇效果，竟然能够搜寻到武文的藏身之所。这一刻，楚风真是狂喜不已。在如此距离下，他已是找到一道武文，而这武文仙境这么大，定然有更多武文等他去搜寻，并且他觉得，既然精神力都没有效果的话，恐怕能够找到隐藏在山中武文的人，便只有他一个。这会让他在这武文仙境内如鱼得水，收获大增。之后，楚风又以天眼在原地打量了一下，
发现附近并没有这样的符咒阵后，便回到了夏雨等人的身旁。他也没有声张，而是直接闭上双眼，小歇一番。无情师弟，醒醒了，咱们可只有10日时间，如今已经过去1日，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搜寻武文才行哦。你这个懒猪，快快醒来！楚风只感觉自己闭上双眼没有多久，春武的声音便在耳边响彻不停，并且耳朵还传来一阵刺痛。睁开双眼，发现此刻春武正用他那洁白的玉手笑嘻嘻地扭着自己的耳朵，而夏雨、冬雪、秋竹3人也已经全部苏醒，正在自己的不远处整理食物。看到自己那迷迷糊糊的样子，忍不住咯咯直笑。楚风站起身来，向远处眺望，发现天空只是刚刚放光，还未大亮。根据楚风的推断，他应该睡了不足半个时辰而已，但是这也无妨。以楚风他们这个境界来说，哪怕数个日夜不睡都行，最多精神恍惚而已。所以这半个时辰的睡眠已经足够让楚风精力充沛。出发吧！经过1日的搜寻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武文是藏在那风沙之中的了。我们想要搜索到更多武文，就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才行。吃过事先准备好的干粮后，夏雨4人便纷纷腾空而起，准备继续搜寻武文。无情师弟，飞高一些！武文很是狡猾，不会再隐藏在低处的风沙之中，往往隐藏在高空的风沙之内。冬雪见楚风飞得很低，忍不住提醒道：“几位师姐，实不相瞒，昨夜我已发现了一种新的寻找武文的方法，几位师姐跟随于我，定然会有更大的收获。”楚风笑着说道：“无情师弟，你就不要说笑了。这武文隐藏在高空的风沙之中，乃是我师尊亲自告诉我们的，所以要想搜索武文，还是在高空搜寻最好。你飞得那么低，怎么可能找到武文？”冬雪微笑道，但是话语之中却有着几分讽刺的意味。几位师姐若是不信，可以看看这个。对于冬雪的不信任，楚风也并未进行辩解，而是直接拉开自己左手的袖袍，将自己的手臂呈现给了4位美女。其实楚风如今若是单独搜寻，所得武文就不必与他们4个平分，那样一来，楚风的收获简直不可想象。但是因为之前夏雨等人并没有嫌弃楚风，而是无条件与楚风共享收获的原因，所以楚风自然不能这么不讲义气。毕竟在楚风心中，友谊比利益重要，所以他才没有隐瞒独有的手段，而是在一开始就决定与夏雨他们4位一同分享。不是吧，无情师弟，你什么时候又自己抓到了一道武文？果不其然，当见到楚风的手臂上竟然印着3道武文后，4位美女皆是大吃一惊。几位师姐，这是我昨晚自己捕捉到的武文，但是我捕捉的方法与昨日你们用的完全不同，我相信这个方法也只有我一人掌握，所以它的效率会更快。楚风说道：“无情师弟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武文这东西非常狡猾，连我们4人也要一同出手才能保证捕捉到，因为一个人捕捉它实在太难了，除非是运气好，不然不可能。”冬雪并不太相信楚风，觉得楚风能够独自捕捉到武文，多半是靠运气。冬雪师姐所言极是，武文的飞行速度极快，若是在空中发现它，必须多人联手封锁它4方退路，才能更好将其捕捉。但若是事先已经知道武文将会出现何处，从而布置好封锁结界，待得武文出现直接捕捉，就可以避免武文逃脱。楚风微笑道：“无情师弟，你千万别告诉我，你事先已经知道武文会在何处出现。”冬雪疑惑地看着楚风，目光之中的讽刺意味更是浓郁了几分。正所谓眼见为实，眼下冬雪师姐不信也是情理之中，但你若亲眼看我示范一番，就会相信无情了。楚风笑着解释道：“示上一番，这武文仙境开启只有10日，如今已经过去1日，我们接下来必须争分夺秒，哪里有时间让你去试？”冬雪很是不悦地说道。此刻的他已经有些不耐烦，因为在他来看，在这武文仙境的结界之术已然无用，所以凭借楚风的实力，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人捕捉到武文实力。楚风手上的第3道武文绝对是靠运气，而楚风此刻就是在说大话。我手臂上的这个武文已经证明了一切，你若是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样一来，我们就只能分道扬镳了，因为我寻找武文的方法与你们不同。对于冬雪对自己的怀疑，楚风也很是不满。无情师弟，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害怕与你分道扬镳吧？仔细看看你手臂上的武文，虽说你自己捕捉到了1道，但是别忘记，那另外2道是从何而来？若不是我们让给你，你毛都得不到。听得楚风之话，冬雪的面容一下就变了，先前的和善早就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愤怒和不爽。这个女子果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冬雪师姐，你这是干嘛？无情师弟也是为咱们好，不管有没有用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你说话何必这么难听呢？这一刻，春武的小脸也变了，竟帮着楚风指责起冬雪，究竟是我刻薄，还是他没良心？若是只有咱们4个，我敢保证，咱们如今的收获肯定会更多。但是咱们现在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他？可他却这般对我说话，还以分道扬镳来威胁我，真是笑话！难道我会怕与他分道扬镳吗？春武，若不是当日你苦苦哀求我们，非要带着这无情一起，我可不愿意带着这么一个没用的拖油瓶。他结界之术再厉害又如何？在这种地方，结界之术根本就是毫无用处。冬雪很是愤怒地说着，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有的不满。他对于楚风共享武文之事，并非表面那么无所谓，相反很是在意。而这一刻，楚风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因为他终于知道了真相。本来他以为冬雪等人是真心实意的想帮自己，但现在来看完全不同。至少在这冬雪的心中，不仅对楚风分享武文之事很是不满，更是觉得楚风是个拖油瓶，是个累赘。这也是他此刻为何会对楚风这般发火的原因，因为他早就对楚风不爽了。最让楚风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们愿意带着自己保护自己，竟然还是春武苦苦哀求的结果。所以楚风内心颇为复杂，刚刚对冬雪升起的好感顿时烟消云散。冬雪师姐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当日的确是我提出带着楚风师弟与咱们同行的，但我可没有苦苦哀求你们，明明是
你们自愿点头同意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当初同意，不过是看中了无情师弟的结界之术，想凭借无情师弟的结界之术多获得一些武文。但是来到此处后，发现结界之术根本不起作用，在这里拥有再强的精神力，也是没有发挥的余地，反而是师尊所说的方法最为直接有效。所以你觉得无情师弟没有价值了，便觉得他是累赘了。你怎么可以如此势利？是不是有一天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也会成为你的累赘？春武很是凌厉地问道。春武，注意你的身份，你就这么与师姐说话吗？冬雪怒声呵斥道。春武住口，怎么能这样没大没小？与此同时，夏雨也是开口呵斥起春武，唯有秋竹此刻很是为难，低声劝道：冬雪师姐，春武师妹，你们一人少说两句，不要吵了。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突然笑了，他双手抱拳，对春武、夏雨、冬雪还有秋竹四人拱了拱手，客气地说道：无情多谢几位师姐昨日的照顾，对于你们的关照，我无情感激不尽，日后若有机会，定会报答几位师姐。无情师弟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这么做本就是应该的，何来报答不报答之说？你若要非说报答，这应该是我报答你的才对。毕竟当日若不是你出手，我的精神力可能根本无法恢复，更别提得到增强了。秋竹的脸上有着些许惭愧。无情师弟，你千万不要生气。虽说冬雪先前言语的确有些过分，但你也不要往心里去，他就这个脾气，其实并无恶意的。夏雨也是开口相劝，但很是显然，他的立场完全站在冬雪那边。此时此刻，虽然夏雨表现的还不明显，但楚风也是看出这夏雨与冬雪完全是一个德行。虽然平时非常和善，但若是遇到关系自己利益的问题，便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对于这种人，楚风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而是冷笑一声：夏雨师姐，你不用说什么了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不过我无情可不想做什么拖油瓶，更不想做任何人的累赘。我无情就此告辞了。说话之间，楚风便腾空而起，向远处飞遁而起。此刻他也顾不得会不会遇到亚飞，他只知道他不想留下来受这个窝囊气。无情师弟，你等等我。可是楚风刚刚飞出没有多远，便听到身后传来了春武的声音。回头观望，果然是春武这个丫头追了上来。春武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见到春武，楚风有些意外，因为我觉得冬雪师姐他们不对，所以我要跟你一起走。春武说道。可是春武师姐，你就不怕我刚刚是在吹牛皮，根本没有捕捉武文的实力吗？楚风笑嘻嘻的道。那又如何？难道离开他们我还活不成了？春武小脸一扬，满满的自信，随后又悄悄凑到楚风耳边，低声道：悄悄告诉你，我可是有着5支戒灵，并且全部都是武军境，虽然修为远不如我的3位师姐，但是好在数量多呀，有他们帮忙，我同样可以捕捉到武文，到时候你都不用插手，在旁边看热闹就行。你就放心吧，有你春武师姐在，保证你不会空手而归的。禁忌武技咱拿不到，起码也要拿本9段武技吧。要知道这武文仙境内的武技可都是流传自远古，同样是9段武技，但威力可不是现在的9段武技能比的哟。春武面带甜美微笑，拍着胸脯保证道。看着这样的春武，楚风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是他的心里却是暖洋洋的。不管这春武对其他人怎样，但对自己却是真心没话说。此时此刻，楚风已是真心真意的将春武当好朋友看待，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而楚风更是一个重情义的人。别人敬我1尺，我便敬人1丈；别人赠我滴水，我便还其江河。所以楚风下定决心，不但此次在武文仙境内捕捉的武文与春武平分，日后只要春武需要，无论什么事情他都会帮助。而在先前争吵的地方，夏雨、冬雪、秋竹依然站在原处，秋竹更是眺望春武离去的方向，柳眉微皱，很是担心的道：夏雨师姐，冬雪师姐，你们怎么能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那无情走了倒也好，其实就算冬雪师妹不赶他走，我也会想办法赶他走的。毕竟这武文仙境6年才开启一次，可不想因为他而耽误了我们。至于春武那丫头，的确是太任性了，不过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也怪不得别人。没有了我们帮助，他自己根本难成大器。到时候等武文仙境关闭，他却只能兑换一些下等武技，就让他自己后悔去吧。夏雨此刻脸上的和善微笑早已不在，竟与冬雪是同样的嘴脸，甚至更为阴险。可是这武文仙境凶险难测，无情师弟又与亚飞有所过节，若是遇到诛仙群岛的人，那他们2个岂不是秋竹还是有些不放心？我说秋竹师妹，你这性格就是太善良了，总是替别人考虑，但是又有谁替你考虑呢？别忘记修武世界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，你这样下去，怕是有一日被人卖掉也不知道。冬雪有些不悦地说道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因为一个无情吵了，虽然没有了无情拖后腿，但咱们还是要抓紧才行。秋竹，你也不想此次获得的武文数量低于那亚飞吧？夏雨对秋竹问道。秋竹并未回答，但是他的神态已是给了夏雨答案。那就别发呆了，快动身吧。夏雨说话之间，已是向远处飞掠而去。至于那冬雪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上去。见状，秋竹咬了咬嘴唇，小小的犹豫了一番，但最终还是向2人飞掠的方向追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楚风与春武已是从低空飞落而下，来到了一座光秃秃的山包之上。无情师弟，你落下来干嘛？在这山脉之上可是找不到武文的。看着楚风满脸喜悦地盯着那光秃秃的小山包，春武很是不解。楚风示意春武不要出声，随后意念一动，便张开一道封锁结界，旋即又开始以极为娴熟的手法布置开启结界。起初对于楚风的举动，春武眨巴着大眼睛，充满了惊奇，却又越看越迷糊，因为他根本就看不懂楚风在做什么。若不是与楚风相识，他见到有人在光秃秃的小山包上做这种事，定然以为这人是个精神病。不过当楚风以闪电般的手段布置好开启结界，随后又轻喝一声开后，只听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便自那阵法爆射而出，最后的一下，
撞在了封锁结界之上。这竟是武纹，怎么回事？这武纹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这一刻，春武已经吓傻了，因为他已然认出那撞在结界上的乃是武纹。可是此处已经封锁，武纹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想来想去，春武突然目光一闪，随后投向了楚风先前布置开启结界阵的那光秃秃的石面上，满面吃惊地问道：“无情师弟，你该不会是从那石头里把这武纹给逼出来的吧？”春武师姐还真是聪明，实不相瞒，我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，而这看似平常的小山包，实际上便是武纹的居住之所。这也是我为何要低空飞行，并且目光一直扫视下方山脉的原因。楚风笑着解释。与此同时，意念一动，那封锁结界便将武纹给逼落到了春武的身前，补充道：“春武师姐，我已经有第3道武纹，这一道是你的，给我，你当真吗？”可是这件楚风居然要将这武纹让给自己，春武又惊又喜，却又有些不好意思。春武师姐，我猜如果是你拥有这样的能力，也一定会做与我相同的事。如今你我2人同行，理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见楚风执意如此，春武也实在不好拒绝，只好摊开玉手，去将那武纹捏碎，传入自己的手臂之中。看着那出现在自己雪臂之上的第3道武纹，春武的内心非常复杂，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，追随楚风而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。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此次武纹仙境结束后他满载而归的成果，以及他那3位师姐吃惊不已的嘴脸。事实上，楚风也的确没有让春武失望。在所有人都在空中搜寻和争夺武纹之际，唯有楚风与春武在山脉之上搜寻，而所获得的收获更是让春武喜出望外，狂喜无比。在武纹仙境开启的第8日，他的手臂之上已经出现了80道武纹，这样的收获简直是他之前所不敢想象的。此次进入之前，他预想最好的成果也不过是50道武纹而已，而眼下武纹仙境还未结束，但他的收获却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想。这在他激动和兴奋之余，更多的却是对楚风的佩服，因为楚风真的很特别，特别到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。春武师姐，想什么？这道武纹可是你的？楚风指着那被他刚刚逼迫而出，此刻已被结界封锁的武纹说道：“无情师弟，不用了，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获得这么多武纹，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接下来的武纹，你不用再分给我了，自己用吧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能够兑换到禁忌武技，更是有机会打破慕容寻那家伙所闯下的记录。”春武劝道。然而对于春武的话，楚风却是微微一笑，随后道：“打破他的记录还不简单，但那却并非我愿。我如今想做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在这武纹仙境内获得的所有武纹，都与春武师姐你共享。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难同当你做到了，有福同享，我也必须做到。楚风师弟，你……”听得楚风的一番话，春武的心里虽暖，但同时也是一酸，美丽的眼眸竟然有些湿润，泛起了晶莹的泪光。而就在这时，那道武纹怎么被楚风逼迫到了春武的身前？楚风笑着说道：“春武师姐，禁忌武技的确是我的目标，但是我的目标是你我都能兑换到禁忌武技，你可要帮我完成目标啊！”而看着楚风那灿烂的笑容以及那真诚的目光，春武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只得擦掉自己眼角的泪珠，随后嘴角上俏甜美一笑，点头道：“在此之后，春武碍于楚风的盛情，只得继续与楚风共享武纹。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的缘故，他们更是不吃不睡、不眠不休地搜寻武纹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在第8日的晚上，楚风与春武就已经分别获得90道武纹。这样下去，在离开此处之前，获得100道武纹几乎完全不成问题。但是哪怕如此，楚风却实在开心不起来了。对于楚风来说，他如今最更关切的并非是武纹，而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可以说是他进入这武纹仙境真正的目的所在，那便是武纹仙莲。可是进入这武纹仙境已是第8日，楚风几乎天上地下都走过了，却依然没有找到武纹仙莲，这让楚风苦闷不已，那种担心以及惆怅在其脸上便清晰可见。这也不能怪楚风心事表现得太明显，实在是找不到武纹仙莲的话，便无法救颜如玉的性命。无情师弟，你不要担心，那武纹仙莲既然在武纹仙境的中心没有，我猜就肯定在武纹仙境的边缘地带。看出楚风心事的春武笑眯眯的道：“武纹仙境有边缘？”楚风有些意外，他在武纹仙境游荡了这么多天，一直感觉此处无边无际，怎么会有边缘？无情师弟，你不要忘记，整座缥缈仙峰都是一座阵法，这武纹仙境显然也是如此，既是阵法所化，哪怕再大，但又怎么可能真的是无边无际呢？其实大家都感觉这武纹仙境浩瀚无边，完全是一种错觉罢了。如若不然，在这么浩瀚的土地，也不可能经常遇到同样进入武纹仙境的人了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是在一个规定的圈子内来回游荡而已。之所以所过之处没有任何熟悉感，感觉像是第一次来到，那是因为武纹仙境的一切都一直在无形之中变化，所以我们才无法意识到，我们不过是在原地转圈。春武解释道：“难怪如此。”而听到这里，楚风也是恍然大悟。其实，当楚风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有其他人自高空飞过之时，他就怀疑过他们进入此处的100人，实际上是被困在一个限定的区域了。如若不然，这样浩瀚的武纹仙境内只有100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相遇概率？不过又因为所过之处并没有发现任何相同点，反而都是新的陌生环境，所以他便觉得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而现在看来，当初自己的怀疑是对的，他们果然是在原地转圈。只不过这武纹仙境太玄妙，玄妙到连楚风都看不出破绽。春武师姐，在这武纹仙境内，精神力基本无效，感觉不出任何事物的变化。你可知道该如何到达武纹仙境的边缘地带？楚风问道。师尊只告诉我，这武纹仙境有边缘地带，那边缘地带孕育奇物，藏有机缘，但同样有着致命的凶险。至于到达那里的方法，还真没告诉我。
师尊总是喜欢这样，就像那变化莫测图一般，他明明能直接给我们增强精神力的好处，但偏偏不给，非要我们顶着风险自己想办法。春武有些懊恼，因为他真的很想帮楚风，但却也的确想不到办法。毕竟这武文仙境内，精神力是分辨不出什么的。既然我们的感官被迷惑，无法分辨方向，那么界灵罗盘总不会也被迷惑吧？突然，楚风眼前一亮，随后便拿出了一道界灵罗盘。界灵罗盘，无情师弟，这里连精神力都没用，这东西怎么会有用呢？看着楚风手中的界灵罗盘，春武很是诧异，有没有用，试试便知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便将自己的精神力灌输到了其中。而这界灵罗盘连潜在的凶险都能分辨，又何况是方向？所以当楚风将精神力灌输其中后，很快便浮现出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指示。真的可行吗？虽然界灵罗盘已经明确的给出了指示，但是春武还是有些怀疑。毕竟这武文仙境是来自远古的强大阵法，以界灵罗盘这种简单的手段便想破解，实在是太过天真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试试便知。楚风也不解释，先是一笑，随后便按照界灵罗盘的指示，朝着一个方向前进。见状，春武虽然觉得不妥，但自己又想不到有效的办法，所以也只能跟着楚风一同飞了过去。而在他们2人的急速飞行之下，只是短短1个时辰，在他的前方便已不再是茫茫无际的山脉，而是出现了一片迷雾。那迷雾为金色，并且铺天盖地，遮盖了前方的一切。但是自远处观看，那迷雾更像是一道另类的结界，封锁了这边天地。竟然成功了！无情师弟，你实在是太聪明了，亏你想得出用界灵罗盘这个方法。来到此处，春武也是激动无比。他曾想过无数个方法，但最终都觉得无效。想不到楚风这个对于界灵师来说最基本的方法竟然奏效了。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最有效。走吧，春武师姐，让我们看看这武文仙境的边缘究竟有何奇物。楚风说话之间，已是掠入了那金色的迷雾之中。其实对于其他奇物，楚风根本没有兴趣，他眼下最想找到的便是武文仙莲。而进入那迷雾之中，楚风与春武很快便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压力，那是危险的气息。而越是向深处走去，那危险的气息越是浓郁。甚至在这迷雾内走了半个时辰后，渐渐的他们居然听到了诡异的声音，并且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到的最后，在他们的前方开始连绵不断的响起各种声音。凭借敏锐的耳力，楚风能够分辨出那是女人的哭声、悲惨的叫声，甚至还有不明物体的咆哮声。无情师弟，这里太诡异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向深处走了。这一刻，春武紧紧地抱住了楚风的胳膊，这位向来天不怕地不怕女子竟然胆怯了。而看着春武那苍白的脸庞、闪烁的目光以及他那微微颤抖的身体，楚风有些犹豫了。可是想到自己还没有找到武文仙莲，他又不想就此退缩，于是楚风意念一动，便张开了自己的天眼，以天眼独特的目光向迷雾深处看去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可是这一看不要紧，楚风的瞳孔顿时猛然一缩，面容也是不由大变，就连身上的汗毛也是根根竖起，大片的冷汗直接自额头渗透了下来。不得不说，天眼很强。而随着楚风经常的运用，更是越来越得心应手，竟然在这穿透了层层遮盖视线的金色迷雾，看到了远方。但是这样的天眼，对于眼下的楚风来说，似乎帮了一个倒忙，因为在天眼的目光下，楚风惊愕地发现，在那迷雾的远处，竟然有着一个人形生物。它高达1000丈，宛如飓风一般，大到不可思议，并且它浑身长满了血红色的毛发，那毛发很是怪异，宛如鲜血染成的一般，看着便令人毛骨悚然，并且那血红色的毛发覆盖着他整个身体，使得楚风看不清他的容颜，只能看到一双宛如太阳一般巨大却又空洞洞的双眼，散发着满满的杀气。此刻那巨大的人形生物就站在远处，以那恐怖的目光凶狠地注视着楚风。而楚风更是注意到，那人形生物右手提着一把巨大无比的镰刀，镰刀之上满是鲜红色的血迹，甚至还有大片鲜血稀里哗啦的顺着那锋利的镰刀滴落而下。而在人形生物的右手提着一个浩瀚宫殿大小的笼子，那笼子内装着满满的东西。仔细一看，楚风更是感觉背脊发寒的直冒冷汗，因为那巨大的笼子内竟然满满的全是人头，并且数量之多，足有数万。这一刻，楚风真是吓坏了，因为他能够感觉到那个人形生物有多恐怖，对方若想杀他，他绝对没有丝毫逃脱的机会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人形生物突然发出一声哀嚎，宛如受到了惊吓一般，竟然身形一晃消失不见，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，只有那还在回荡着的惊悚叫声。那是什么？是什么在叫？好恐怖！与此同时，春武也是惊呼起来。身为4品武军的他，此刻像是受到了惊吓的小鸟，紧紧地依偎在楚风的怀里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那人形生物的叫声的确非常瘆人，恐怖到难以形容。这是胆子大的，要是胆子小的，直接吓死也说不定。而从春武四下张望的反应，楚风也是看出春武根本没有看到那人形生物的模样。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幸运，否则的话，相信这位美女定然更会害怕。毕竟那人形生物连楚风都感到毛骨悚然。楚风长这么大，什么没见过，但是能够让他这般恐惧的却少之又少。春武师姐，此处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不要深入了。反正这雾气围绕着整个武文仙境，就算再只在外围搜索，也许也会有所收获。见识到了那人形生物后，楚风不由得联想到了远古生物，他终于知道这迷雾深处有多危险了，也越发意识到这武文仙境的不简单。所以哪怕向来胆大的他，也不敢继续深入，因为在没有把握保证自己安全的时候，却又要向极度危险之地挺进，这绝非明智之举。就算楚风想帮颜如玉，但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何况他也不能确定在那深处就一定有武文仙莲。
听得楚风之话，春武连连点头。随后，楚风与春武便向回走去，直到那危险气息淡化，各种诡异叫声不见后，他们二人才算彻底安心。之后，二人便继续在迷雾之中搜寻。虽说迷雾遮盖视线，但好在楚风有天眼在身，连黑夜都可变白昼，又何况这区区迷雾？但是事情并非想的那么简单。虽说这迷雾之中能够搜寻到武文藏身的符咒阵，并且数量比山脉之中还多，但却依然未曾见到武文仙莲的踪迹。眼看着天色已黑，距离10日期限越来越近，楚风眉头紧皱，脸色越发难看起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师尊明明说武文仙莲就在这武文仙境之内，为何整个武文仙境都找遍了，却还找不到？看到楚风这般难受，春武也是变得焦急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楚风却是突然面容一变，因为他发现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座非常巨大的符咒阵。这符咒阵与之前藏匿武文的符咒阵完全不同，因为这座符咒阵的中间还写着4个大字：运雾圣殿。这一刻，楚风先是看向了春武，发现春武脸上没有任何变化，这说明这道大阵也是隐藏的。春武看不到，于是楚风问道：春武师姐，你可听说过运雾圣殿？运雾圣殿，无情师弟，你也听过运雾圣殿？听得此话，春武的脸上涌现出些许意外之色。那运雾圣殿真的存在？楚风继续追问。运雾圣殿，我倒是听师尊提起过，据说运雾圣殿就在武文仙境之内，其中蕴含了大量武文，不过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。但是这件事外人应该不知道才对。无情师弟，你是从哪里听到的？春武很是好奇地问道。春武师姐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此刻在你我面前就有一道大阵，那大阵之中便写着运雾圣殿，你信吗？楚风笑着说道。无情师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运雾圣殿可不只是孕育武文的地方，相传几乎武文仙境内的所有毒药物品都是自那里孕育而出的。若是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武文仙莲也定然会有。这一刻，春武顿时变得激动无比，满脸的兴奋之色。而听得春武的话后，楚风也是大喜，随后连忙点头道：这运雾圣殿就在眼前，看我现在就将它开启。得知运雾圣殿竟然是武文仙境内最大的宝藏，不仅有珍稀的武文，竟然连武文仙莲还有奇特殊的物品也有。楚风也不怠慢，意念一动，磅礴的紫色结界便汹涌而出，开始布置开启结界阵。与此同时，春武也是帮忙，因为这运雾圣殿的阵法太大，想要开启并不简单，需要烧费一些功夫。而在二人足足忙碌了1个时辰后，开启结界阵总算完成。只不过当他们运转开启结界阵，那运雾圣殿开启之后，让他们想不到的一幕却突然发生了。那运雾圣殿的阵法所在突然爆射出一道磅礴的光柱，那光柱不但冲天起，更是明亮照人，居然将处于黑暗中的武文仙境都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。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身在武文仙境内各处的人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与春武所在的方位。武文仙境到了最后阶段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武文就隐藏在高空的风沙之中，所以当百人被圈在一处之际，争夺武文的事情也难免发生，并且愈演愈烈。这不，此刻就连夏雨、秋竹、冬雪这3位缥缈仙姑的弟子也是与人发生了冲突，而他们的对手也很不简单，乃是慕容寻的妹妹慕容婉以及她的4名护卫，8名美丽的女子交战在一处，各不相让，凶狠至极，引来不少路过者的围观。只不过就在他们战得难解难分之际，远处突然绽放出一道光芒，竟然将这已然进入黑夜的武文仙境彻底照亮。这样的变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就连正在斗个你死我活的夏雨、慕容婉等人也是暂时停止争斗，将目光投向了那光芒传来之地。而这一看不要紧，在场之人皆是面容大变，因为那是一道冲天起的磅礴光柱，并且在光柱上面还写着4个大字：运雾圣殿。竟是运雾圣殿，这传说中的东西竟然真的出现了。见到运雾圣殿4个字，夏雨3人顿时眼前一亮。别人不知道这运雾圣殿为何物，他们可是知道的。于是此刻3人彼此互看一眼，二话不说，直接身形一纵，向那运雾圣殿的方向飞掠而去。小姐，他们怎么走了？眼见夏雨等人离去，慕容婉的手下赶忙将那武文抢夺而来，随后递到慕容婉的身前，不解地问道。而慕容婉虽然年龄不大，但也是聪明之人，将手下捕捉而来的武文捏碎之后，低声道：那光束很是神奇，不管是什么，但既然能够让夏雨他们连武文都不要了便直接飞过去，那肯里肯定会有好事发生，跟紧我，不能让他们占了先机。话罢，慕容婉娇躯一纵，裙摆舞动之间已是追赶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武文仙境内凡是没有身受重创还能自由活动的人，都是被那光束所吸引，拼命的飞奔来。而此时此刻，就在光束前的春武可就是满面慌张，很是担心的道：糟了，运雾圣殿怎会这样？这不是要将武文仙境内的所有人都吸引过来了吗？该死，入口在哪？一定要率先进去，否则就难得先机了。担心之余，春武开始仔细寻找起来，想要寻找直接进入其中的入口。可是那光束不仅明亮，更是蕴含着不可攻破的力量，哪怕春武发动最强的攻势轰击，却也毫无作用。这实在是急坏了他。春武师姐，不要靠近那光束，此处已经开启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就是这运雾圣殿有意要将所有人吸引过来，你再怎么做都是没用的，反而会白白浪费自己的体力。在春武急得满头大汗，想方设法想要进入其中之际，楚风却很是淡定地围绕着这光柱观看着，并且楚风是在使用天眼观看。之所以会这样，那是因为楚风的天眼
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。此刻这道光柱也是一样，常人也许只能看到那运物圣殿4个大字，但是楚风却不同，他还能看到一些其他内容和提示，这也是他此刻如此淡定的原因。无情师弟，你可看出什么？这究竟是不是真的运物圣殿，还是说它只是吸引目光的摆设或陷阱？见楚风认真打量，春武好奇地问道：“的确是运物圣殿，无疑，入口就在那光束之中。不过这光束却要在2个时辰后才会消失。”楚风解释道：“那这样说来，岂不是真的要与他们分享这运物圣殿内的一切？这也太不公平了！明明是你发现，咱们一同开启的，怎么能与他们一同分享呢？”春武愤愤不平地念叨着，而楚风却始终是面带微笑，脸上没有一丝担忧，只是淡淡的道：“此乃创建者布的局，他故意如此，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。”而这种情况下，春武也是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盘坐下来，坐等着光束消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快便有几道身影飞掠而来。与此同时，那几道身影还夹带着强大的气息，使得天地都是一阵剧烈摇晃。是缥缈先锋的战锋等人到了。战锋来到此处，发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，冰冷的目光之中顿时闪现过一抹杀机。不过，当他看到春武与楚风皆是站在光柱外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后，嘴角才掀起一抹冷笑，随后对春武问道：“春武姑娘，你可知这运物圣殿为何物？”不知道。春武狠狠地瞪了战锋一眼，随后便不再理他。对于春武这样的表现，那战锋也不生气，因为春武越是生气，他越能确定春武与楚风虽然捷足先登，但却还没有获得什么好处，所以才在自己到来后如此不满。在战锋到达没有多久，而很快的又有几道身影飞掠而来，竟然是亚飞他们。无情，咱们还真是有缘，竟在这里相见了。见到楚风，亚飞顿时面容转喜，对他来说，似乎楚风比这光柱还要吸引人。亚飞，你要做什么？这里可是缥缈先锋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乱来。见状，春武赶忙腾空而起，挡在了楚风的身前，生怕亚飞对楚风不利。这么快就有人护着你了，而且还是这样一位小美女，无情你很有手段吗？亚飞冷笑，只是一个春武，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亚飞，看来你似乎与这叫无情的小子有些过节。有我战锋在，不需要你动手，看我将他捉住，再交给你处置。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那战锋见亚飞对楚风不善，他竟然主动站出来献殷勤，想要替亚飞出头，对楚风动手。但是令战锋想不到的是，亚飞却是双眼微眯，妩媚一笑，高声说道：“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听得此话，战锋脸色顿时大变，万万也想不到自己好心帮忙，这亚飞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绝自己的面子。春武师妹，无情师弟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甜美的呼唤突然响起，顺声望去，在远处的天际，数道身影正飞掠而来，乃是秋竹、夏雨、冬雪以及慕容婉等人赶到了。夏雨、秋竹、冬雪3人的到来，使得亚飞眉头紧皱。毕竟春武他可以不放在眼里，但是同为五品武君的秋竹，他不能不放在眼里。何况慕容婉也在，想到慕容婉这丫头处处与他唱反调，再加上自己对那战锋很反感，不想欠他人情，所以亚飞知道今日想对楚风动手，多半是没有机会了。春武师姐，无情师弟，总算又见到你们了。你们这几日过得可好？可有人欺负你们？似是心怀愧疚，见到春武与楚风后，秋竹一改冷漠常态，竟然来到近前，热心的询问起来，并且看他那模样，竟然还是发自内心的关切楚风与春武。春武师妹，想不到你们竟然比我们先到了。见到春武，冬雪却是满脸的意外，话语之中有着些许酸气，可见他还在为当日春武与他争吵而生气。这话说的真是有趣。冬雪师姐，你可知道这运物圣殿从何而来？春武小嘴一撇，冷声问道：“难道你知道？”冬雪同样冷笑：“我不知道，此处乃是无情师弟发现，我2人一同开启的。若不是我们，你们岂能见到运物圣殿这种奇观？”春武高声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此处乃是你2人开启？”听得此话，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，尤其人们得知这里竟是楚风发现的后，那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复杂起来。毕竟楚风只是1品武君的实力，可是这运物圣殿只看一眼就知道来头不简单，这种地方竟是楚风发现，着实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无情师弟掌握着奇特的结界秘术，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事物，就比如那变化莫测图，不就唯有无情师弟才能准确无误地分辨而出吗？秋竹师姐，对于这点你应该深有体会吧？春武将目光投向了秋竹，无情师弟的结界之术的确高明，远非我等可比。这一点不仅在变化莫测图上，在当日晚宴之中，他所施展的各种结界手段，更是体现了他的厉害之处。秋竹很是赞同的点了点头，就算是他发现的又如何？此刻他能让我们进入其中吗？冬雪已经与楚风撕破脸皮，所以已不打算与楚风交好。对于敌对之人，他只会出言挖苦，可不会给予夸赞。再过1个时辰，光束将会消失，这运物圣殿的入口将会浮现。楚风面带微笑，平淡的说道：“你确定？”可是楚风这样平淡的一句话，却顿时在人群之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再度投向了楚风，尤其是夏雨、冬雪、秋竹等知道这运物圣殿为何处的人，脸上更是涌现出了或多或少的兴奋之色。信不信随你们？楚风淡然一笑，也不解释，而是随手一挥，在空中布置一道结界，坐了上去。见状，春武也是坐到了楚风旁边。夏雨姑娘，不知这运物圣殿究竟是何处？这一刻，战锋笑眯眯地问道。他真的很好奇，这运物圣殿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
并且他从夏雨等人的反应能够看出，夏雨他们肯定知道一些什么。这运雾圣殿我也没有听过，不过战风公子切莫心急，若是无情师弟所言是真，那么一个时辰之后，我们自然就知道这运雾圣殿究竟是何处。不过我听师尊说过，武文仙境内有很多凶险之地，所以奉劝各位，若是准备进入这运雾圣殿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夏雨心机如此之深，自然不会轻易告知战风等人，这运雾圣殿乃是孕育武文和各种奇物的地方，更不会告诉他们此处乃是传说中的巨大宝藏。多谢夏雨师姐提醒。不过我战风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胆子大，凶险之地是我最喜欢挑战的地方。战风也不是简单的角色，知道夏雨故意吓他，所以他也是出言挑衅，而夏雨懒得与这战风斗嘴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便不再说什么。在这些顶尖天才到达之后，陆续的又不断有人赶来。到得最后，进入武文仙境的100名天才，竟然有83人来到。而当第83人赶到之时，刚好已是到达了楚风所说的光束消失的时间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楚风所说准确无误，那光束居然真的开始缓缓消退，并且一道气势磅礴的结界大门浮现在了众人眼前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被惊呆了，因为这不仅仅说明楚风之前所说的正确无误，他的确是开启此处之人。最主要的是，在那道威严霸气的结界大门两侧，还写着几行霸气的字体：运雾圣殿，来孕育武文之地。其中武文数不胜数，更有诸多奇物，但宝物再多，也终究有限，踏入者之人数也将受限。此门将在第10人踏入后自动关闭，机遇与凶险并存，切记切记！看到这里，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同动身，疯了一般想要进入其中，因为他们不但看出这运雾圣殿乃是一座大宝藏，并且只限10人入内。这一刻，莫说是旁人，就连亚飞、战风、慕容婉以及秋竹4位五品武军也是拼尽了全力，施展出了自己最快速的身法武技，想要夺得先机。然而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当第一道身影来到大门之前后，并未直接进入，反而是站立在了门外，并且布置了一道结界，封锁住了入口，挡住了所有人都去路。定目一看，那竟然是一位美若天仙的冷艳女子。秋竹，秋竹，你做什么？见到这一幕，亚飞等人皆是冷声喝道，眼中充满了不悦之色。诸位，正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，此处乃是无情师弟发现，与春武师妹一同开启，但是此处只限10人进入，若是按照实力争抢，恐怕无情师弟与春武师妹都无法进入。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？要知道，若是没有无情师弟，你们现在连看到这入口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你们不但连说声谢谢都没有，更是准备将他们的那份资格占为己有。你们就不感到羞愧，不觉得自己无耻吗？秋竹一改以往的沉默，竟面容凝重，一凌厉语气的反问起众人：